2023年的圣诞节前夕，中国某手机品牌印度分公司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都在如常处理事务。突然，一阵尖锐的声音打破了办公室内寂静的气氛。随后，几名印度政府的雇员便走了进来，带走了2位高管。几天之后，印度政府便对外宣称，这2位知名手机制造公司的高管涉嫌参与大型洗钱犯罪活动。印度政府正在对他们的案件展开进一步的审理。这则消息传回国内之后，激起了无数中国网友的愤慨之情。虽然这些年印度的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印度政府每年依然维持着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让人们不禁感到好奇，印度究竟是如何在每年倒赔数千亿美元的同时养活14亿人的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与中国公司高管无故被指控息息相关。截至目前，印度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3.42万亿美元，这个成绩也让印度成功跃居世界第5大经济体。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普通民众的收入却相当有限。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3年年底，印度的人均 GDP 约为2410美元。相比之下，同样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人均 GDP 则为8.3万美元。2022至2023年度，印度人均国民收入为17.2万印度卢比，约合1.5万元人民币。而同期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达到了3.92万元人民币。照这样算下来的话，印度普通民众的月收入只有大概12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根本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更不用说印度糟糕的基建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了。所以，印度的经济数据与其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有着相当大的差距。除此之外，印度的对外贸易也存在诸多问题。据多家媒体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度印度的贸易逆差总额为2389.9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总额达到了833.4亿美元。很显然，大规模的贸易逆差折射出的是印度糟糕的工业能力，而印度的工业能力又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或许相较于耀眼的 GDP 来说，这组数据才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印度经济的情况。那么，对于每年流失数千亿美元的印度来说，要如何养活庞大的人口呢？只要是熟悉国际经济新闻的人，一定都会清楚，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信誉其实早就已经荡然无存了。因为印度政府为自己谋利的手段，很多时候实在是不光彩。首先，印度政府会通过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很多外国企业来本国投资。可一旦外国企业进入了印度市场之后，他们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当中。比如，曾经有助于开拓印度手机市场的小米、vivo、OPPO 等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公司，都曾经在印度遭遇过滑铁卢式的失败。这些中国企业在进入印度市场之前，已经充分了解过印度的法律法规和营商规则了，但这还是无法让他们避免被印度政府背刺的结局。自从这些中国手机厂商进入印度之后，印度政府隔三差五就会以洗钱、诈骗等罪名对这些中国公司开出天价罚单。有时印度政府甚至还会出动人手逮捕这些企业的高管，逼迫企业交出天价赎金。比如，在2021年年末，印度政府就以洗钱的名义冻结了小米公司在印度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0亿元的资产。对方给出的理由是，小米的印度分公司涉嫌非法转移资金。可在案发之前，小米的印度分公司只是按照惯例向中国境内的母公司汇去了一笔钱款，这很明显是小米印度分公司的合理经营行为，不存在所谓违法的可能性。然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小米印度分公司给出的证据，印度政府直接耍起了无赖。他们一口咬定小米印度分公司就是存在非法转移资金的行为，并将那7亿美元的资金紧紧地攥在了手中。2023年年底，中国手机品牌 vivo 也在印度遭遇了同样的事情。虽然 vivo 公司表示他们会动用一切法律手段向印度政府讨回一个公道，但人们普遍对这件事情的发展持悲观态度。在此之前，有一家来自日本的船舶运输公司也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无理对待。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显示，这家日本船舶运输公司曾经在2021年向印度政府申请了经营许可证，但印度政府却在2023年7月以该公司使用过期许可证为由，对他们开出了高额罚款。由于印度政府频繁地对外企开出高额罚单，法国家乐福、德国德华等外企巨头纷纷宣布退出了印度市场。由此可见，印度政府在抢夺外企经营果实的时候几乎是一视同仁的。印度政府甚至对他们这样的强盗行径也不加以遮掩，因此印度市场成为了令很多跨国商业巨头都闻风丧胆的存在。除了明抢之外，印度给自己捞钱时还往往会使用一些拙劣的骗术。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被骗的国家或组织却往往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提起印度政府在国际上行骗的经历，就不得不说上世纪90年代的卢布还债事件。在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政府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国内经济，曾经向印度政府发出过还钱的要求，但印度政府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不偿还他们曾经向苏联借下的债务。直到苏联解体的那一刻，印度人才跑去向苏联人偿还债务。可当从苏联分裂出来的俄罗斯查看自己的账户时，却发现印度人在偿还他们的债务时，故意使用了卢布作为结算货币。要知道，曾经苏联卢布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大概为1:1，在这样的汇率面前，印度人累计拖欠了苏联超过100亿美元的债务。可在苏联解体之后，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达到了3000:1，彼时的卢布在很多人的眼里形同废纸。印度居然在这个时候用卢布偿还债务，这种做法相当于狠狠地宰了俄罗斯一笔。对于印度政府这种趁火打劫的行径，俄罗斯方面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因为印度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的重要买家，两国之间不能因为债务问题彻底翻脸。但对于印度来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从俄国人手里占便宜，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印度立刻减少了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数量，这让俄罗斯政府感到十分头疼。原来印度政府是要趁机压低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价格，同时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向俄罗斯提出了一个更加炸裂的条件，希望用印度卢比作为两国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因为此前俄罗斯在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当中已经采用了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中国和印度是俄罗斯能源贸易的两个大客户，俄罗斯政府不能够在表面上对两国区别对待。最终俄罗斯方面不得不同意了印度的降价要求，同时也开启了使用卢比结算印俄石油贸易的新时代。可当俄罗斯同意了用卢比来计算印俄两国的能源贸易之后，他们就彻底傻眼了，因为俄罗斯能源企业通过贸易获得的印度卢比几乎完全没有用。由于印度政府经常会通过人为操纵的手段来控制印度卢比对美元的汇率，导致印度卢比的汇率一直高度不稳定。全世界除了印度政府之外，也没有谁会同时持有大量的卢比。也就是说，那些与印度做生意的俄罗斯能源企业只能将卢比用于向印度企业或政府购买物资或服务，否则这笔钱就会烂在他们的账户里。靠着这种无耻欺骗的手段，印度人算是把俄罗斯企业彻彻底底的骗了一道。同时，俄罗斯企业的遭遇也为中国的跨国公司敲响了警钟，在与印度人做生意时，务必要打起12分的精神。总之，在国际社会当中，印度政府就是一个完全吃不了亏的主。这样的情况看上去对他们十分有利，但却会严重限制印度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因为在商业领域，信誉始终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存在，但印度政府却频繁地将自己的商业信誉摁在地上摩擦，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是在饮鸩止渴。况且从生活水平来看，印度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依旧堪忧。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政府如果想要继续维持盈利的状态，就要频繁地开展国际贸易。但在开展国际贸易的时候，谁又会愿意跟一个完全没有信誉的政府打交道呢？印度政府那些在短期内疯狂收割利益的手段，最终只会慢慢地堵死自己发展的道路。